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在昨天进行的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是被韩国队以2-0的比分横扫，无数观众直呼失望。如果比赛内容打得足够精彩也还行，关键是中国队发挥太差。赛后也有很多专业人士给出复盘，得出的结论更令人感到生气。对阵韩国队的比赛，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观赛团的宁王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队的问题。就我的评价就是，好集训了几个月白集训啊，没了，就这么简单。然后 BP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选手跟教练一起讨论出来的还是什么，我只能说啊，兄弟们，确实抽象，好吧，确实抽象，我只能说，那个大树加油机我没见过。前 WE 主教练也认为中国队的 BP 做得很差。跟大家说到阵容啊，就右边这个上下路已经没有什么后期能力了，就咱们中国队已经没什么后期能力了，因为你后期肯定是不可能比卡莎加沙皇强的，对吧？这个是已经在 LPL 打了1万年的了，没问题吧？这是已经打了1万年的版本了，对吧？你一个没有后期，就是你已经确定我这把后期100%打不过你的情况下，那我就得提速啊，那我提速就得选野区够强的英雄啊。你看左边就是韩国队的 BP 就班选就很懂，就是班你提速的英雄啊。霞后期比卡莎强，在这个版本来说，在后面几个版本我觉得是强的，就你再往后推是强的，在这个版本的电刀很难抢。我知道没问题，左边选上单波比确实会有点难受，但是不是右边先选人吗？4楼，那这样挺舒服的，等于自己空了一个位置出来。那他们这样进就是没有想过自己会玩波比，然后先出泰坦，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选诺提勒斯呢？然后就是宁王还是觉得 Bing 的鳄鱼选得不好，认为这次的比赛 Bing 是中国队优势最大的一个点，但没有利用好。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很多观众就抱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队集训这么长时间都集训啥了？ EDG 的教练组选手几乎没有一个表现好的，是怎么做到的？其实第2局在优势情况下，中国队的运营就接连出现问题，优势被对手连续破掉2座防御塔，包括1座1塔。前期优势的情况下，无法给到对手足够的压制。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中国队在指挥位置上出现很大问题。这支中国队能靠谁指挥呢？大概率就是 EDG 的辅助 Mako， 小概率是杰杰。Mako 实战发挥差，杰杰就只玩一手功能性大树，然后教练朱开在 BP 台上给不出更好的阵容。今年的亚运会可以说是将大量的资源倾斜给 EDG， 但 EDG 3人的发挥令人失望，尤其是教练组比韩国提前20多天集训，结果没能将一支队伍磨合成型，方向性存在问题，集训效果又不好，真正打比赛的时候头脑不清醒。反观韩国队，充分发挥了 JDG 野射的实力， Canavi 成为团队主导，教练组又安排了 Kong 和 Wolf 加入，形成了良好的化学反应。LPL 战队被打成2-0，这意味着他们进不了亚运会决赛，连银牌都拿不到，只能获得铜牌。如此一来，针对 LPL 选手的指责声更大。赛前大家都在说主场优势， LPL 队伍提前登上主舞台，而 LCK 战队一直在副场馆打比赛，扣马担心大家不适应主舞台，影响比赛操作。事实证明 LCK 选手还是很强的，压根不在意这点劣势，2-0拿下了比赛。总之，这次的亚运会征战行动是彻底宣告失败，集训效果差必然是最大原因，而发现问题又无法解决，让本次的中国队无法给大家交上一份至少及格的答卷。在这次亚运会结束后， LCK 无疑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论是从 S 赛获得冠军的次数，还是从各个位置世界顶尖选手的数量，都是强于 LPL 的。其实有一点很明显， LPL 有很多韩援，而 LCK 没有中国外援，在世界其他赛区引进韩援也是比较普遍的，而中国选手比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韩国的整体实力和人才储备是要比中国强一些的。LPL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 LPL 能有更多的年轻选手站出来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对于这2场比赛有什么看法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